华道，这条159甲。哦，开始有茶园，因为这边的茶园没有别的地方茶园好看。这样右转哦。阿里山深水社车站，又是风马隧道。这里所有隧道都叫风马隧道。可是这里是什么光华乡还是什么地方？哇！还有4.3公里。光华国小。奋起湖诶，开始有奋起湖。看到奋起湖了。这里真的是想象不到它是通往奋起湖的另外一条。哦。县东民宿生态园区，光华露营区。这里叫我们来看日出的民宿。你也不记得那时候停在哪了吧？要回去查一下。这边看到喽，生态这边面好假期休息民宿。我们要往奋起湖的方向。这里。哦，这里有一个这观光的地方吧？光华赏萤啊，赏萤区，光华赏萤区，就在这里。所以是，这是好假期。往前走，要啊，有车子哎，惨了！哎呀，糟糕！我觉得我们要退后。反正哇，连续，万一等一下还有车怎么办？这么多台车，一起的吧？哇，这个如果没有那个的话，赶快上去，不然上不去了。往右，这里，耶、哦，到了，就差一点点的路而已。哎，有车子哎，我们有伴哎。
切圆圆比较好。没有，我这个是要拿来煎的。哦，因为圆圆的那个是明天的早餐。调味料。好，像我们的新锅，这锅是我们日本朋友介绍的。对。结果竟然是 Made in 台湾的，然后结果我们还要别人来介绍给我。玻璃锅盖，它是7件组哦，分离式的锅把。汤锅，哦，汤锅盖。这个是炒锅，比较大了哈，万用的。最底下还有一个煎盘，所以不管是要炒菜、煎肉、煮汤都可以。这个锅把就是要用的时候再套上去，往上套，然后从底下夹住，这样就 OK 咯，应该很稳了，对不对？不用的话，直接按一下，它就跳开了。关也可以让它小一点。再来煮一下汉堡。Clear onion。完成。刚刚没用完的，不要浪费。我们来炒节瓜。节瓜。太焦了。我可以放一个纸巾在下面。结果吃不起来。
周一会发展成中度台风，周二开始沿海活动要注意，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会出现长浪。周四、周五则是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，迎风面要注意外围云系带来的降雨。这里就是石窑园露营区。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主要是因为它是最近跟车长经济签约的，所以我就可以用会员价350来这边车泊。进来就是一个小桥，小桥的下面呢是潺潺流水。这个营区为什么叫石窑园呢？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石窑，是用来烤面包的。我们就来看看。进来以后呢，这里有写分成 A、B、C 3个区域。我们就先往上走，是 A 区。A 区呢又分成了3个，就是 A1、A2、A3。首先看到这个是 A3， 有一个非常大的雨棚。那这里主要就是车泊地方哦，雨棚区。昨天晚上呢，这里有2台车在这里车泊。再往上是 A2 区 ，A2 区就是草皮区哦。这里的草皮区呢保养的还不错。主要应该是草皮区，它是提供搭帐篷的嘛，所以车子没有开进来，就不会去压坏这个草皮。继续往上走就是 A1 区了 ，A1 区也是一个草皮区，稍微比 A2 小一点点。那 A1 区走到底就会看到很多水管屋，那水管屋当然也是这个营区的特色。在 A1 的后面就有5个水管屋，水管屋它就等同帐篷，所以里面设备也很单纯，就是一张木床，然后有电源、电扇，可能自己就要准备睡袋啊之类的东西，但至少就不用搭帐篷了。A1、A2 区后面会连在一起，这里也有一块草坪，至少还可以搭1帐。最特别就是这里还有一个EV Oasis 的充电桩，这是 J1772 的慢充，所以如果开电车到这里没电的话，还可以在这里补电。水管屋旁边就有1排的洗手间，这里一共有6个淋浴间。A、B 区大概都是共用这个洗手间呐。淋浴间里面其实很宽敞，也很干净。旁边还有3间的厕所，是坐式马桶，也是很干净的。A 区再上去，这里应该就是营主的工作室跟餐厅的位置。餐厅里面因为今天是非假日啊，所以基本上没有营业。这个餐厅就是石窑园森林田野风格餐厅，台湾第1窑。这边就是它的石窑了，就是我们园区名字的由来。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大 B 区，分成左右2块。那左边这边是可以给人家车泊的，我们就停在这个位置上。右边就是草皮区，这里理论上是就不能开进去了，有这个三角锥挡住。草皮区呢分2块，非常大，它的草皮区比 A 区更大。这里车泊点位置都非常好，因为都在树荫底下。现在已经烈日当头了，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很凉快的。我们停在树底下。等一下，我要开灯。停在这里真的是非常舒服。每一个停车格呢都有水槽跟电箱，所以用水用电基本上没有问题。再往后走是后半部，大概每一个小区块都可以停3部车，所以这边车泊就可以停6辆。昨天这里也是有2台车车泊的，这里也有一个水管屋跟雨棚，懒得搭帐篷都可以在这里。最下面就是 C 区了 ，C 区就是一大片的草皮。今天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新的泡法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水果味的咖啡，所以网络上看到呢，就是可以把果酱放在下面，然后再把咖啡粉放下去冲咖啡。
就变成有一个要躺着。这样子，我的甜点魂又回来了。营区门口出来，往右边就是到奋起，对，就是我们的下一站，只有3公里的车程。那往左边走有一个园区，梅庄园区嘛，很近，走路3分钟就到了。现在我们要离开营区了，离开营区一往右转，就可以到奋起湖了。如果走主要道路，刚看了导航出来是10公里，这边算是 shortcut， 所以只要3公里，但是路比较难走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个这样漂亮题。哇，这里看到杉树林，我要拍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山林栈道，对，奋起湖老街。看到路标了。其实这里就非常有阿里山的味道了，都是参天杉树。这里只要心情好，随时都可以下来走步道，继续出发，再1公里就到了。这条小路果然很近哦。我们来到了奋起湖的第3停车场，因为第1停车场不用想了，早就满了，所以我们在第3停车场。那这个停车场要收费，1小时30块。我停的是充电车位。很可惜，我本来要在这里充电的，结果发现尚未启用，电动汽车专用，违者罚1200啊，可惜了。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它已经建置好了。第3停车场出来，刚好在这个交叉口，它可以到老街跟老街，我们就先去老街吧，100多公尺而已，还好。老街一定就是比老街更老的老街嘛，叫老街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君一席话。老街没有什么人潮，大家都去老街了。不过我就是喜欢没有人潮的地方。哇，这里很可爱啊！你看这个阿里山咖啡，这边应该是真的店，这里就不知道了。唱片行。药房哦，小条街道，居然有一个伊朗市集耶！世界最顶级的那个香料，这真的天然的哇！对，这个是糖，对，放在咖啡或是红茶，你就搅拌成一两个棒棒糖就知道了。面包也是伊朗面包，对啊，藏红花，里面是他们的厨房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老街了，所以我们要走400公尺到老街。你看那边还有一个吊桥呢，这里有个装饰艺术，上来转个弯就到了，这边就到老街啦。奋起湖大饭店。便当。
如果想要在奋起湖附近观光旅游，又需要车泊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样选择在石窑园车泊，这样就会很方便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想进一步支持我的频道，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我给我超级感谢哦。